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开车前往台南参加这个成大的无差别口型格斗大赛。那这个活动其实我已经参加非常多年了。除了中间有1-2届，或许是当兵，还是临时有什么事情没有参加到。那其他时间很早期的，从这个观摩会开始到他们转型成比赛，一直到现在去担任评审，已经经过非常多年。那我会觉得这个活动它在南部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除了比赛外，我觉得更多时候是亲友们会聚在一起聊天，那去吃饭，然后顺便去这个非常美丽的台南去观光。那在出发担任评审之前，我们要先前往一个重要的地方 ，Let's go！来咯，进到一个对不到焦的地方了。是高光扩散滤镜。我看到在地上有一个设计，就是它会把它的镜头塞进奇怪的东西，比如说番茄酱。然后会这样，会有一些前进上面。我还没有这么有勇气。对啊。好，第15届成大杯口琴无差别格斗大赛3重奏组，经评审评定为第1名，特颁恭喜下水道3重奏。嗨，各位，那现在回到这个温馨的小镇。刚刚评审结束之后，我们跟这个汉群，然后晋嘉，然后陈 Q， 以及来自香港的 Nico， 我们去吃了一个不错的日式料理。我觉得在赛后大家聊聊天，吃个饭蛮好的。我们回到比赛有几个状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音响的部分。很多团体或许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你没有器材，所以你没什么机会去练习怎么样使用麦克风。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上台要吹奏之前，你可以挑选个10秒至15秒的片段。那大家一起吹，你就可以听得出每支麦克风的音量差异。那你在跟这个音响人员沟通的时候也会比较简单。那这个流程可能来回个2-3次，你就可以调出一个大概不会差太多的音量平衡。那在沟通的时候，要明确的讲你自己手上的麦克风编号。你不要讲说那支大声一点，这支大声一点。你要说这个2号麦克风大声一点。那演出人员在舞台上，音响人员在舞台下，你直接小声的讲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可以拿着你的麦克风，直接用麦克风跟音响人员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率的。
那再来就是你上台的时候，你要确认你的麦克风开关有没有开，线有没有接好，又或者是你的本身的器材有没有问题。那例如说今天就有一组它的贝斯麦克风是有问题的，就是杂讯特别多。那之前我们也有遇过贝斯麦克风是没有电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你事前大概可以发现，就是你在练习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的一些问题。好，那今天特别要说，有其中一组它的八音阶手，它是把线绕在手上，挂在手上的。那可能是因为挂的角度有折到那个线，所以导致它在中间有一小段的地方的这个麦克风是没有讯号的。那我自己在台下我觉得很惊险，那好险他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他有发现这个问题，他马上把他的线就是离开了他的手，那后来的段落就可以顺利的吹奏，这个非常非常的不错，就是有那个临机应变的能力，这个要特别特别的表扬一下。好，那如果你是拿麦克风的人，八音阶手，或者是有些 contrabass 的选手会拿着麦克风，那你要自己注意一下，你要怎么样去翻谱，那或者是你在什么时机点你要翻谱。那如果你是用这个麦克风架，然后你又有看谱的话，那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两个器材的摆放方式，不要摆了，然后你手翻不到谱，或者是你为了要翻谱，你就离开了麦克风的收音范围，这样这个音量的落差就会非常大。那使用音响演出，它是口琴重奏的一个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在各种场合，其实大多数的场合我们都会有音响，不管你去演出还是你去比赛。那在演出的当下或在比赛的当下，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听舞台上的监听音响所给你的这种声音的回馈，而不是你左右邻居左右朋友吹出来的这个口琴的声音，而是就是在舞台上的监听喇叭，它才是对你来说是比较正确的音量，所以你要学习的去听。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练习，所以他麦克风没有开或没有讯号，他自己也没有发现，然后就吹完了一整首。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对于评审来说，这个应该说对于我来说，我在评论一首音乐或者是一个团体的这种重奏大合奏的演出，我觉得在乐曲的完成度上面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听到的是一首完整的乐曲，而不是一首很困难的乐曲但是吹了很多漏洞。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听音乐这件事情是要让人家觉得舒服的，而不是我想要去听一个很难的东西，但是漏洞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会比较鼓励学生大概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练习状况，或者是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用，那你再去选择相应你可以练习起来的曲目。那我也不太赞成年纪很小的学生就吹很难的曲目，因为第一个是他技术可能不到位，然后他对于乐曲的理解他也不够成熟。那更多时候其实是吹得非常不完整，漏洞非常非常多。那这样对于评审来说，不能说对于评审，对于我来说，我就会很难去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分数。那我大概也只能尽力就是把我觉得他有问题的地方写在评语单里面。所以我觉得完整度是要多过于选一首很难的曲子，这是对我来说。那在吹奏乐曲，如果你已经可以顺利的把它吹奏完了，那拍子音符都不太有太大的问题，那接下来大家就要讨论一下每一个段落的段落设计，例如说这段你们想要怎么吹，音量要用什么样的音量去吹，而不是用同样的方法从头吹到底，因为这样就会让这个乐曲听起来有一点无聊，
就好像比较没有层次，内容比较不丰富。那如果你刚好是段落跟段落的衔接有问题的，那就不要一直从头吹到尾，你就专门练段落衔接的地方，可能前8个小节加后8个小节，就专门练这个转折，把这个东西吹到好。不然你现在不练，但你上台一紧张，就会有更多的失误出现。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去成大这个无差别格斗大赛的评审心得。那这边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每一年这个成功大学的学生口琴社的这些同学们，就是用心的举办这一场音乐比赛，给台湾的这些口琴人们，不管是年纪很小还是出社会的都有。那我相信比赛它只是一个方式，那更多时候是我们去参与这个活动，跟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去看看这个圈子里面的其他人都在玩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吹奏口琴。那或许你也有更多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在未来说不定某一个日子里面，你们就有机会可以一起组团，然后一起去参加更多更有趣的活动。OK，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先记录到这里。我是大兵，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